Hello， 大家好，今天是6月13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运线上破，等待的止跌信号终于出现了 ，MD 也出现了回调买点，这次依旧可以看新高吗？特斯拉也出现了左侧交易信号，但趋势还在震荡，还需要持续的跟踪。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37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是会看到有关于指数的分析。那么在上期我们所讲的一些观点，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以及目前日线的趋势变化。这一轮的调整很明显跟之前都不一样，那是否改变了目前日线的趋势行情？而我们在第3部分还要讲到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在下周周一我们第一个交易日内要关注哪些时间点。而对于指数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再看到第2和第3部分的个股解析，我们依旧会看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Huawei、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Y、LIT、MBIS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本期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有一个温馨提醒，在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您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内容，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完全的去认真观看，所以也把所有的内容分好了时间段落，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就可以去跳转，那么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而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当中，那么阿哲希望大家不要跳过因为这是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一部分。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到之前的一些观点的回顾。首先，目前的市场这个止跌信号，我们讲了很多次，它是一个运线的结构，价格呢从高点下跌以来，它其实一直走的是个单边的回调。那我们在上期是不是讲到了一个止跌和滞涨的一个信号？怎么样去判定止跌？就是它在回调过程当中，首先要先判定它是一个上升趋势，那么这样才能够去发现一些止跌的可靠的低点。而后它需要在某些关键的支撑位附近所以在个股做交易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去判定一个回调买点，那么最好是趋势肯定要是上涨趋势，而后所出现的止跌信号最好是在某些支撑附近。所以我们在上期有讲到的一个止跌信号，就是收盘价呢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那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确定信号。当市场如果处于强势的单边回调当中，那么往往它会形成的是什么？昨天的高点，或者说每一天的高点都会成为第2天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短线回调强势的一种表现。当市场能够过去昨天的高点的时候，说明市场有转强的一个信号，有机会呢是一个回调止跌点。所以很多时候在多次的下跌调整当中的某些低点，你会经常看到这种信号，而在一些回调的简单的低点上，你也会发现这种信号之前这里的回调买点，我们就是用这种信号去确定止跌的。而这一次呢，我们依旧可以用这个信号来去判定，当前它除了是止跌信号，同时也是运线的止线上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更加明确的观点，就是价格走势一般运线产生时，它的止线就是小 K 线的高点和母线大 K 线的高点都具有压力。如果是相对保守的交易者，应该等待母线的高点被突破，而后再去看涨，因为这是指数，所以止线突破时，我们就能够去寻找一些个股产生止跌强势的一个表现的交易标的所以止线突破就可以认为市场有交易机会。而如果母线能够突破，那么可以认为这波调整大概率已经构成了一个底部的启动。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下周关注一下母线高点的压力情况，如果冲高回落，甚至击破母线低点，那么这个地方的反弹也就结束，市场呢它只是一个反弹。所以究竟是反弹还是反转，有一个相对 K 线上的观察方向，就是母线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如果不能，反而击穿母线低点，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中继，后续还有下跌。所以母线高点一定要明确果断强力的去突破，而不能够滞涨再次回落，甚至是大阴回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2部分，叫日线的趋势变化。当前所看的呢是上海趋势图它呢是阿哲频道所专用的一个指标。价格走势在运动当中，我们刚才说了，你要去分辨它的一个趋势的变化，就是趋势怎么去看呢？我们可以看价格高点抬高，低点抬高，这可以算是趋势。但如果想要更加明确
趋势的一个级别，那以及我们固定每时每刻观察趋势的一个动态，那最好呢能够有一些指标来做辅助。所以阿哲平时在个股分析和指数分析当中都会用到上海趋势图。当它是一个紫色飘带时，就认为它是一个上升趋势波段；而市场如果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时，就说明它是一个下跌趋势波段。当然，这个趋势的级别是中期以下短期以上，中短期的趋势波段，短波段。所以当前的美股市场经过这一波相对的调整之后它已经转为了一个黄色飘带。那么黄色飘带的产生就意味它是一个短波段转为了下跌趋势。那后续的一个上涨，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只能够优先看个反弹因为短波段如果转为下跌，黄色飘带将会是一个压力；而如果短波段是上涨，那么紫色飘带将是一个支撑。所以每次回调我们以回调去买，而如果跌破之后，那么它就容易转成压力。那么价格走势它这个压力刚好也在我们的运线的母线上沿，所以这个压力是不小的。如果下周能够产生强有力的阳线突破它，那么后续就有希望了，能够依旧看趋势的上涨，波段呢也容易重新转为紫色。而如果黄色是延续，那么就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更大级别的回调。所以当前因为这一波调整的力度所以导致趋势有点变化，我们要特别小心，像我们上半年所产生这种趋势的改变，价格因为一波强势的下跌，导致这个飘带由紫色转为黄色，而市场虽然也出现了蓝 K 这种低点信号的突破，也出现了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的出现，是吧？当时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都是每一天呢，昨天的高点都是压力，直到这个地方它开始有反包阳线出现，出现了一个突破昨天的高点，那么产生了一个低点，但因为它是个黄色飘带，所以这一波上涨一旦到黄飘带有明显的压力反馈，那就麻烦了，说明它确实转为了一个下跌波段。每个趋势的形成需要有多次反复的确认如果是下跌趋势，一般需要有一个反弹确认压力；上涨趋势有一个回调确认支撑。而价格目前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它这一波走势就是一个反弹确认压力的过程。如果压力确定有效，那么后续反向收出阴线，那么就是特别小心的地方。所以下周呢，我们也不一定非要等到母线被击穿。如果上冲过程当中母线的高点和这个飘带的压力都产生了共振，那么市场在这里出现冲高回落，亦或者明显的反包阴线再现，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要开始减仓所以我们下周要去持续的跟踪这个飘带的压力，目前是26,241.37，它的上沿是26,376.70。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和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今天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那么也可以呢点击视频的点赞按钮，同时也可以留下评论，亦或者是订阅。那么在视频的底下只要您还是一个黑色的订阅按钮没有显示已订阅的话，就说明您还未订阅阿哲。那么如果您想要未来可以长时间跟阿哲交流沟通，那么学习这个技术分析和了解美股行情，那么都可以呢点击这个订阅，而后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都打开。那么我们后续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之后，那么您就可以首先接到阿哲频道的通知就不会错过每期视频。同时我们对于首次加入我们订阅的同学也会有一些见面礼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上海趋势图呢，就是您只要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就可以去使用。您在订阅阿哲之后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那个呢是阿哲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您找阿哲的助教让他帮您安装一下这个指标，后续我们个股解析当中会教大家怎么去用。您也可以看一下您手中股票目前是什么趋势，如果已经转为黄色飘带，就要小心后续反弹黄带的一个压力。如果还是紫带，像 AMD 这种的，那么在本次指数止跌反弹时，它的机会也更容易比大部分股票呢要多一些。所以大家在订阅之后都可以去安装这个指标去看一下手中股票的一个整体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是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也是您如果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基本上每天的盘前阿哲也会发的一些内容，您也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内容。那么这是阿哲认为在15分钟当中容易出现高低点的时间窗，基本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写这样的一份盘前广播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有时候阿哲也会讲到指数的一些方面和个股的方面。那么像6月11号的盘前，阿哲有给到的2个盘中的变盘点，一个是9点45，一个是2点。最终9点45呢是一个底部阶段低点变盘，虽然有2次回踩，但后续呢出现了继续的上涨这个低点呢开盘的低点是没有被击穿的收盘价。
欧到2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加速冲高的高点，不过后续回落呢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破位啊，所以只是一个回调的高点。那么像6月12号的9点45、11点和2点也分别可以看到，9点45呢是一个低点时间，11点呢同样也是个下探的低点时间，后续继续的止跌上涨。2点应该是一个震荡当中啊，所以这个高低点不明显，又没有击穿它的低点，也没有有效突破它的高点啊，所以整体市场呢是一个上涨之后的震荡变盘，这是我们在每天盘中可以去关注到的一些变盘点。它呢对于日内交易和短波段交易都有一些方便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您做短波段的买点，那么尽可能我们在找到上涨回调的日线启动点附近，你如果要去下单去买进，最好不要挑在指数冲高的地方，那样的话买入很大概率呢是一些日内的高点附近，而如果可以选择在指数低点变盘时去进行交易啊，会呢更加容易买到个股的一些低点时间穿。当然它还有更多的使用方式，我们后续有机会再慢慢探讨。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变盘点。目前的时间窗口的变盘，它的特征是开始低点是不是能够出现明显的上涨，而后这个低点后续也不会被击穿。高点呢开始不太影响下跌，市场呢没有出现高点变盘之后明显的一个暴跌的情况，而低点变盘后呢有出现上涨，是吧？低点变盘后有明显的阳线连阳出现上涨，所以当下的多方在日内15分钟呢开始是走强的啊，跟日线的止跌是共振的，而高点变盘呢也大部分是震荡啊和小回调啊，所以这是好的现象。接下来只要保持这种现象，本次短波段反弹呢就依旧延续啊，可以看涨。而我们在黄色飘带以及母线高点附近就要小心一种现象，就是高点变盘之后有明显的下跌啊，就像之前我们前期所给到的这个高点变盘，价格反弹遇到之后呢，会有明显的这种连阴出现啊，一旦日线是在压力位附近，就要特别小心这种日内的变化了。那么在周一的时候，第一个变盘点我们依旧要关注9点45分的时候，也就是开盘第一根 K 线。到时候如果开盘第一根 K 线是下跌的啊，这种低点变盘的概率就更大，上涨遇见高点变盘会更大。当然最好是低点变盘出现之后能够有反包阳出现啊，或者是有底分型出现啊，那就更好。而有关于其他的变盘时间窗口以及下周每天的这个变盘时间，那么阿哲都会在盘前广播当中给大家去进行书写啊，所以您如果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找到注要之后，除了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上海趋势图，其他的一些福利也记得领取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的盘前广播，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内部的直播课程啊，比如说每天的早上2点到5点的10点钟的课啊，以及呢下午香港时间啊，周二到周五啊下午5点也有一些美股期权的一些课程。所以如果您对技术分析感兴趣，并且今天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订阅阿哲，成为订阅粉丝观众，那么在找到注要之后呢，您是可以领取到这些福利的。而我们现在呢看到下周的一个课表，下周在技术分析的课程主题上，我们会讲到美股的多空翻转，这里是否会再起行情。每天早上10点啊，大家呢可以去进行学习。6月16号开始到6月19号结束，会有这么一个系列课啊，大家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还是在下方评论区的置顶评论当中，阿哲都放了朱老师的联系方式啊，您都可以找到朱老去报名去参加，去领取我们这4重福利。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啊，都可以免费领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环节，第一只标的啊，还是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整体大的环境呢，它可以是一个中期下跌之后的一个中线的震荡上行。当然目前这个趋势结构有点乱啊，因为前方这里当时是一个强波段，如果当时这一个下影线后能够继续新高，其实这个强波段是能够一直延续，那还是挺不错的，新高都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啊。但这一波回调呢有点复杂了啊，它是下跌之后反抽又下跌，直接把一个强势的单边波段变成了一个震荡结构，甚至呢可能是中期反弹的高点结构啊，所以变弱了一些。那价格走势目前是一个左低啊的地方产生了支撑，再加上通道的下沿没有有效跌破，是出现反抽。所以我们上期视频讲到这个左侧买点，其实如果您敢在这个地方去买，短线反弹机会是有的，但是依旧呢还未逃离这种弱势。价格走势它之前这里是一个支撑区，我们画了一个绿色块啊，就是之前这种冲高回落明显长上影线而后下跌的，我们之前讲过，你要特别关注这种 K 线，就是有这种长上影啊，或者说有明显的高开低走而后明显有下跌的这种高点，一般呢会比普通的形成的高点会强很多啊。比如说
像如果这3个高点，你说哪个压力更强，那肯定呢是第2个，而后是第3个，然后是第1个啊。所以你要关注的是，在形成高点的时候，有明显下跌的动作产生的那种行情，一般这种高点压力会比较明显啊。所以这个高点，在之前这里形成了一个突破回踩支撑，但目前又是再次跌破，所以反抽时它容易形成压力啊。所以当下它的压力呢就已经进入到这里了。如果它能够快速的涨上去，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的轨迹能够转变成这么去走啊。但是如果这个地方的缺口确实它的压力就存在，那么这里再来一根阴线破了这个上升通道的一个通道线那么这个空间就要打开了。那么严重的话，它这一波行情就只是一个中期反弹那么这个反弹高点就到了，那么就应该是下跌反弹再往左低去破那就是一个比较恐慌的一种格局所以这个地方的通道不要去破。当然我们也可以放大空间是左低的地方不要去破，然后站上这个窗口能够这么去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从短波段来去判定。那么当前我们看到上海趋势图当中也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变化，就是为什么说它这里也有可能是一个中期反弹呢？因为它把这个上海趋势图当中的另外一个趋势辨别的支撑给跌破了。上海趋势图当中，这个黄色飘带和这个紫色飘带，它是一个中短线的方向趋势，而白色线呢叫龙门线，是个中长线的趋势类的辨别器。价格跌破它的时候，就要小心中期以上级别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因为中期以上级别它的趋势变化一般会有多重的复杂的确认，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破位它也有可能形成黄金坑所以我们现在要小心的就是它这种破位之后往上去走到龙门线附近时形成的是一个压力，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所担心的那种情况所以这里呢它应该是什么？这一波调整它尽可能形成一个中期低点，然后快速能够站上这个龙门线站住那样的话呢就有机会它前期的这种破位就都是假的都只是一个中长线的噪音，那么后续依旧能够往上去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是它这一波蓝 K 止跌反包后的上涨能不能够去看涨，能不能够去站上这个飘带和龙门线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大家在钻了上海趋势图之后，其实往左边去看就可以了，就龙门线就刚才所讲的这个白色线的价格游龙服务呢就是这个飘带的上沿和下沿所以当前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区间大体是最低是 411.895， 最高呢是 421.595 这个区间就是一个压力。所以反弹过程当中如果它在这里受压走出顶分型或强势的破位阴线，那就要小心那个时候这个反弹就得要跑它呢就不容易是一个中期的低点了，而是一个下跌反抽下跌反抽下跌的这种结构。所以这是特斯拉我们在交易时要注意的这个结构一旦破坏，那么将是一个大级别高点的形成，就不是我们之前所看的中期的底部了。所以这个黄色飘带要改变，要快速的站上才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英伟达。目前看到英伟达的一个表现，它其实也还是走一个上涨的阶段因为它前面这一波上涨很强势，所以它整体表现虽然也是一个复杂调整，跟这个英伟跟这个特斯拉差不多但是它的一个整体趋势还算是比较强势的。因为这一波下跌的调整它整体还是比较有扛跌的这种力度，只是对于本次指数止跌启动之后它的这个跟随不是很强，所以资金呢目前在英伟达的表现不是很明显。你会看到有一个长下影线，而后加上第2根 K 线，它就是构成了一个运线，而这个运线呢它的止线目前还没有破，而指数是破了的，很多个股也破了的，所以在本次的结构上是强劲的，中期依旧没有问题，但是短线你说在这里找一个支撑附近的买点目前是没有的。所以它如果指数不是反弹，而是能够继续走高，那其实等一等也无妨。但最怕是指数它只是反弹，而英伟达它是往启动，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弱势所以最好是我们先关注指数的那个压力能不能过而后这种相对后续比较晚出现启动买点的，可以再等一等它的母线突破，站上临近的高点再去做买入会更好特别它现在其实还没有买点。之前这一波下跌，至少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收盘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而后这种反弹低点它也容易出现这种止跌的信号，特别是在支撑附近是吧？它是有效的。而这一波破了这个支撑它没有打到支撑，没有打到新的支撑
没有像之前这种是吧，打到新的支撑，然后再出现收盘比高点高的 K 线，它到这里呢就走了一个未碰到支撑而走震荡，所以你要小心，这里如果提前买的话，它可能会再往下落，碰这个支撑，然后再止跌再启动啊，那样的话你就买早了啊，所以这里要么是晚一点等它涨上，要么就等它再往下碰一下这个支撑再止跌，然后再去往上看。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图表，在图表上其实它目前也没有这种蓝色 K 线。如果您是新同学，你要记住，就是如果看到了一只股票有蓝色 K 线的话，您是需要密切关注的。特别它还是个紫色飘带的话，很多时候呢，在紫色飘带上就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趋势，而后它是有支撑的，是吧？而后蓝 K 是说明它有一个止跌需求的。只要蓝 K 出现了，蓝 K 消失了，在这几个条件下，它产生的这种上涨的机会是比较大。就至少买到这种地方呢，容易是低点，而不容易是什么追高的地方。当下呢是没有蓝 K 啊，所以相对差一点点啊，所以当下呢不止没有止跌信号，也没有超跌信号，也没有支撑，所以整整有点尴尬啊这个位置。所以当下呢就关注啊黄飘带是一个压力，站上母线上沿，一般可以突破黄飘带。啊，目前依旧是黄飘带下的弱势震荡反馈，它的压力是211.805以及呢216.956。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加密货币方面，以太坊和比特币目前的看法其实并没有太多改变，就最大的一个周期的方向还是下跌的啊，就依旧把目前这一波上涨的多方是短线的多，而大方向依旧是一个空的，因为这一波下跌其实它不那么容易能够转变，哪怕之前这一波上涨。它其实也只是周线上的一个运线的震荡，是吧？如果您是之前就有听阿哲视频讲解的话，您会知道，就哪怕是这一波涨了这么长时间，它其实也只是周线上的一个运线内部的震荡，而后到了一个母线的上沿之后压力然后跌下来目前呢就是跌到了母线的下沿有支撑，所以整体它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行情，它其实依旧是一个震荡而已。好，所以这是大周期的格局，一个下跌当中的母线停顿而后走震荡，而当前的这个以太坊它是已经把这个震荡破了一下破了之后呢有点反抽这个比特币呢它是还未跌破所以当前如果你要做多的话，短线的多我们之前说是可以去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在左低附近没有有效跌破，又走了一个九转，又是一个运线的直线上破，目前在母线高点有压力，所以你就可以设置一个短线的多单的一个策略，就是把直线的高点突破作为买入第一笔，把母线高点突破作为买入第二笔而后所有的防守要设置在目前这一个母线的低点也就是说最低点跌破的话就要走了，就说明它这个反弹结束了就要止损了。而如果能够母线突破的话，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是吧？这个7号 K 线附近，这个大阴线这个下砸这一波反弹作为第一个目标是短线的一个交易方式整体长周期就还是一个波段下跌这个反弹到位之后，你也可以不做多，而后寻找这附近的空单去看它会有效继续走周线的下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板块是第三部分，第一只标的是 Core位。目前所看的是 Core 位的图表Core 位的图表很明显，它在日线上的趋势是不太好的。如果您手中有上海趋势图，您看到一只股票在日线级别是一个黄色飘带，龙门线也是向下的，那一般来讲，您做中短线的话是不太适合用这种股票去做交易的。那为什么阿哲标记的是一个绿色块呢 ？Core 位，因为现在还是看的是一个周线，周线的上周出现了一个一点红，以及呢它是回踩了一个周线的飘带，周线它是一个黄色飘带后转为紫色飘带的首次的回调，而前期呢这个上涨时它的转势呢也是有强势的一个上升的动能是有大阳线。好，目前这个回调阿哲依旧认为是周线的一个回调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依旧可以在虽然日线走势不太好，因为你周线走一波回调，你日线趋势想好到哪里去不太可能好，所以日线趋势不好很正常，因为周线在走一个回调所以周线回调过程当中碰到周线支撑，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周线支撑确实有效，那么我们是不是说等一个仿包阳线就是周线的止跌信号？其实目前周线来看，它之前这里也是仿包阳，我们说如果你是日线出现这种买点呢，就应该是买入之后设置一个防守位在这个低点，是吧？它这个低点其实目前也没有跌破，当然周线上不可能直接这种买你不然的话，你除非你做很长周期的，你无所谓你的买点是吧？你的这个准确度的你可以这样去买。好，除此之外，
我们要做的就是周线出现一些信号之后，日线产生的这个买点。目前日线它跌的位置虽然空间上虽然在趋势上不是不好的，但是你会知道周线这里是个支撑。好，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附近寻找一些买入信号。当前是不是一个蓝色 K 线出现消失了，然后有反包阳线？虽然这个阳线它不好看啊，但是有个缺口，所以你可以做第一笔的这个左侧买点，就跟之前这里是一样的。好，这个地方交易之后，其实它的低点目前也没有说被很有效的跌破价格走势出现了下跌再反抽一下，所以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阴线往下破下周那么我们在周内的日线的想要寻求这种关键点位的交易呢，就要先离场先要去撤退，等待更加明确的一个日线的止跌信号整体逻辑就是周线有支撑，而日线走坏，找日线的可能超跌反弹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周线的一个回调的低点目前就是一个有蓝 K 超跌反弹了所以可以把这里呢作为一个买入信号下周快速的把这个蓝 K 跌破则是止损否则这个地方依旧呢干嘛我们就认为它会去突破飘带，而后转为紫色飘带，因为周线如果是一个蓝色的飘带回踩止跌上涨，那是不是日线转回黄飘带是大概率事件所以这是这么个逻辑。好，所以才标记一个扣位的一个绿色块。当然如果是中短线，你做日内或者说做日线，那这种就没有必要去参与了，你就等它干嘛？等它走出来，等它走一个紫色飘带回调做那一波就行了，走一紫色飘带回调做这一个蓝色 K 线的突破。那虽然说高是高了点，利润会少一点，但是它的一个趋势上有时候会更快，你不用磨所以这是不同的一个思路。我们看到它的龙门线是 97.046所以大家手中呢，如果还没有上海趋势图，您刚订阅阿哲的，都可以呢去这个右上角找到助教去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看到蓝色 K 线的地方它呢，如果你能够结合趋势，短线上其实阿哲认为您技术分析的很多的这种买点信号其实就解决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的话呢，在一波下跌当中也是出现了2次的蓝 K但这个蓝 K 出现的地方，第一个这个蓝 K 它没有一个很有效的反包出现后续呢是继续的破了蓝 K， 而后往下跌。第二个蓝 K 呢有反包出现了而后我们就可以买入，然后设置一个防守位，这个低点有效击穿就要止损目前它是跟缺口这里是叠加了所以这个支撑区呢是叠加的支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依旧可以把蓝 K 低点做防守，有效跌破再止损，它这个买点依旧有效。当然它也算是左侧的，因为黄色飘带嘛，黄色飘带日线一般是不作为买入的，但是为什么这里依旧可以呢因为它的周线上也同样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紫色飘带，所以周线紫飘带价格上涨做回调，那么紫飘带作为支撑，所以它上周是打到了飘带然后就是说明日线这里它是个日线的缺口支撑，同时也是周线的紫飘带的一个支撑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个蓝 K 呢作为一个信号关键点。而当下有一个长下影线产生，击穿了去刺破去试探了一下周线的支撑是有效的，那当下就可以再等一个止跌阳线最好把这个影线给反包或者说把这个分型的高点给突破，那就更好去做2次的加仓。飘带日线的压力不应该特别有效因为周线上是一个趋势上涨，那么这个飘带是 366.632上沿是 379.097短波段不参与，但是做中期布局的话，博弈这里是中期低点的话，可以去提前买入如果要更保守的，就是依旧的等到它转为紫飘带，我们再去看可能会更加晚一点，但是也会更加安全一些。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 MSFT 微软的话，它其实就跟英伟达类似就是跌了一段时间但是整体结构其实也不差但就是没有启动所以目前它是这个蓝 K 一直延续而后跌的力度是比较强的，因为连续的阴线嘛，这里要有蓝 K 消失和反包才作为买点因为它离这个黄色飘带比较远，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反弹的空间，并且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周线上周线呢它是重新的在一个龙门线周线龙门线附近，所以我们依旧可以认为周线龙门线附近的地方它就容易是一些关键的大的级别的低点附近的可能性所以以此去博弈它的日线的一个机会。那当下这个地方所产生的这一个上周的周 K 线不能被跌破为什么呢要讲的话可能就有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知识点了因为它底下是首根红柱并且它是周线跌破这个龙门线的再次的一根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上涨站回龙门线往下并不有效击穿龙门线
啊，所以上周低点不要破啊。那么在日线上呢，就应该出现什么呢？下周就应该是蓝 K 消失啊，然后反包作为买点。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 MSTR， 那 MSTR 这个趋势就比这个微软要弱很多啊。虽然说它下跌一样很强啊，但微软至少它的黄飘带刚转不久，并且它离的空间远。那么像 MSTR 呢，它离得越来越近了啊，反弹力度也没有说特别强啊，所以只能说做一个反弹，或者说你不做关注也行。这里是白色 K 线，白色 K 线呢是比蓝 K 更加大一个级别啊，所以白 K 一般产生时，如果是周线的关键的支撑点会更好啊。日线上一般说明白 K 产生时，一般就是趋势很坏了啊，算是超跌反弹这种现象。所以在出现这种白色 K 线的时候呢，最好是在一些关键支撑位附近。像我们现在所看的，它的位置其实是属于非关键支撑位，因为它的龙门线在上面，它的飘带在这里啊，所以如果它是这样子上来再回踩的话，在日线出现的白 K 会更好啊，但它一直都是黄色飘带啊，并且它也没有站上龙门线，没有站稳啊，龙门线是个压力啊，所以这里它整体来讲的交易机会都是一个很大周期的左侧啊，所以日线上就会很不好做啊，所以可做可不做啊，要做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买点的，白 K 低点设防守，而后突破啊，我们去看一个反弹。反弹的话，第一个压力就是飘带的下沿，如果能过这个下沿 134.29， 那么它的上沿和龙门线是比较远，就如果能站稳啊，那么其实还是有空间的，这空间还是不小的。但是第一个目标先过。我们再看下一只股票是 Circle 的话，它整体走了一个又破高点又破低点啊，价格走势是一个震荡，目前呢还无法去完全辨别它作为一个中期的高点啊，因为它在这一波上涨时趋势过于强劲，当前跌到这里，它其实依旧只是能够认为它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回调。从周线上来看，它目前是走为了一个蓝色 K 线啊，并且它也是刚跌破这个飘带第二根啊，跌破飘带第二根，并且手红呢没有有效的跌破，出现了蓝 K。这里要注意是否在下周能够出现蓝色 K 线的消失和周线上的止跌，如果有的话呢，就可以认为是日线级别啊一个大的底部的出现。好，那么日线级别如果要去把握这种产生的一个点位，比如说周线如果产生止跌反包了，那日线肯定涨了一波了，所以如果想要不在高位去买入，那最好就是能够日线提前去把握。这里呢是一个蓝 K 出现的地方，但是它还没有消失反包啊。下周如果能够运线上破蓝 K 消失反包，那么这里可以去搏一搏啊，这个周线级别可能有蓝 K 后的一个行情。而如果不怕位置高，想要更大的确定性的话，也可以等这个周线明确了啊，是个止跌了，然后再去看啊，因为像之前这里其实也不晚，就当市场出现了下跌，而后周线明确止跌了，这个时候做日线的一个回调买点其实也有行情啊，就看个人的一个选择。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礼来，礼来依旧是做趋势，但是它的左高一直没有有效突破，目前不断的在震荡啊。它呢，因为之前市场在下跌时它没有出现下跌而继续启动，所以要小心它可能会有资金流出啊，然后去抄底其他股票的这种可能性。目前在左高的地方过了之后再走震荡，缺口没有回补，飘带依旧是紫色，所以趋势短线依旧强劲，但没有买点啊。因为之前我们说这个买点时，要么就是调到飘带附近是要找止跌，调附近找止跌，现在没有到飘带附近，它的回调是以震荡出现的啊。这里除非有一个很强的阳线啊破了这个平台，那么可以认为它延续上涨，但是那个买点是属于追涨啊，所以回调买点其实已经过了，之前讲的这个买点它其实已经过了啊，所以现在就是顺势看涨，亦或者是左侧高抛减仓，右侧等待一个突破阳线。飘带的支撑呢，目前是1113.70，这是首个上沿支撑。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MD 啊 ，AMD 是止线的上破啊，然后母线也上破，而后又是止飘带啊，所以整体来讲它的趋势依旧是保持比指数强劲啊，所以很多时候短线个股找这种哪怕位置偏高，因为周线上的位置肯定不低啊，周线上它的位置是偏高的，并且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这种黄 K 跌破的风险信号，但是在就周线上位置是高，但是短波段依旧能够做，因为短波段它的趋势有可能会有延续性啊，这种情绪高涨的个股，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它的高点会在哪里，所以每次回调短线可以做，但是中长线没有必要在这种地方去买股票啊。价格走势它是个蓝 K 消失而后突破啊，刚才我们所说的，它是止飘带啊，是支撑啊，是上升趋势啊，有蓝 K 有突破，所以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讲到的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买点，买了之后呢，母线上破为再次的加强点，那么2笔交易之后，把母线低点所防守。那后续呢，除非跌破这里，我们认为它的回调可能会变得复杂除此之外，我们依旧认为这个趋势能够往上去延续。所以这是关于 AMD 的一个趋势回调的买入信号出现。下一只个股来看到英特尔，它呢是在回调时一点红的地方没有去击穿，而后是突破，所以这里呢算是一个中期调整低点可能形成的地方。目前就要看能不能继续新高了所以价格走势这里的黄飘带就是上涨回落黄飘带有压力，但是没有去击穿左低，而后反而继续去突破黄飘带。那么破飘带的第2天一般会有压力，所以它究竟能不能过左高，下周1、2应该就会发现了。这个地方正常破的第1根、第2根，它就会产生压力。如果直接有一根阴线往下击穿这个飘带，那么它就是一个反弹，要准备继续破这个低点。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一个下行之后反抽的确认，然后只要往下破这个低点，那么趋势就彻底转为下行。它这里一定要在下周有新高不能破这个飘带，不破飘带就有机会继续呢往上走新高。那么这个中期低点就是低点。周线来看，它呢是一个黄 K 之后的震荡所以周线呢其实不算是一个低位像之前延续周线其实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回调周线的飘带，它都是日线中期回调低点，而现在周线走了一波加速之后，它在这种走震荡这个地方哪怕是中期低点往后的空间我们也是要小心，仓位呢不能够放在这种地方最好能够在飘带附近寻找像这种地方的埋伏机会会更好所以在日线上可以这么去看。我们看到飘带的下沿是 113.196， 要把它转为支撑，不破才能够往上看新的波段。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APP 的话，它也是一直在等一个买点价格走势是一个加速之后重新回到了这个震荡区间。它是破了飘带1根2根之后是不是止跌？就破飘带和突破飘带都容易在2天之内出现关键 K 线如果是破黄飘带，那么破的第1根第2根它就不应该后续被形成压力，而是应该是支撑如果你发现破的第1根破的第2根就黄飘带破2根而后这个高点虽然能够突破，但未来如果还是被跌破的话，就要小心它依旧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目前跌破也是一样跌破1根跌破2根，那低点支撑高点被突破，我们可以看市场的反弹。那昨天高点突破了是吧？所以它可以定义 K 线上的止跌，所以可以作为第一个买点出现。而后呢，最好蓝 K 消失仿包再出现一个买点。目前蓝 K 没消失还是会有点顾虑因为超跌还存在，目前止跌力度在 K 线的信号上还说明不足，但是价格是有仿包有止跌信号的所以这里可以作为第一个买点。那么上方的飘带不能形成压力 525.95 这里不能形成压力理论上按照上海趋势图的一个买点，这里的买点最好是等消失再买。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OXL这个标的它其实也是一样一点红出现了，然后价格低点没破，高点被破，止线上破，母线也破，所以跟 AMD 是一样的，属于趋势的回调点。那正常趋势回调之后的买点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延续趋势，那么就是继续看新高如果把这个止线低点买点往下破，那就说明它要走复杂的调整，那么就不是飘带可以管的，那个时候就要提前止损，要止盈，那时候就要止损，小心风险当然正常如果趋势强劲，那么就依旧我们就这么去看。然后我们看到现在的股票是 Meta 就还是龙门线向下飘带呢是黄飘带，所以它在日线上肯定不是做多的好选择。周线上的话呢，离龙门线也有一点点距离，没有完全碰到但是也算是靠近了吧。价格之前是往龙门线跌的时候没有完全碰到，但是也出现了止跌上行，但整体来讲飘带还是有压力就突破的第1根第2根就下来了突破第1根第2根就下来了，就周线上依旧可以用突破2根来去定义它的这个压力形成的那根 K 线在哪里有时候不突破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下就还是黄色飘带延续龙门线呢支撑在底下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收敛震荡如果你是能够更加好的去等待的话，最好是等待它的趋势的真正的改变，然后再去做选择不行的话，但你不要着急的话，那目前其实也有一些结构，但这个结构呢是日内的这是日线的，不是这个周线的。周线还是下跌趋势，但在日线上它其实出现了一个上涨破日线的高点
二次回踩有可能会形成价格走势上的一个反转结构，但是它不能破之前的这个低点了，它这个地方就算是二次回踩的一个地方，你要在这附近寻找买点也行。所以日线上你可以等蓝 K 消失反包突破啊，但是必须要之前这个低点是不破的啊，把它作为中线的支撑。你这里做呢不是短线的一个买点，而是波段中长线的一个交易机会。博弈的是这里是一个周线的二次回踩。那么上方的日线压力是 598.711 啊，当然这里还是没有买点的啊，因为它依旧是蓝色 K 线。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RKLB 啊 ，RKLB 它是一个日线级别回调很多根蓝 K 啊，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蓝 K 有出现会比较好，但是最好不要太多。3根3根以内都行啊，像之前这种回调飘带1根的就特别漂亮。一旦超过3根到5根6根，阿直就发现它的成功率会大幅降低啊。虽然也有成功的，但其实它风险就会变高。就一旦你出现这种多根蓝 K 产生或者买点，也可以买，但仓位呢要比平时这种1根的啊快速突破止跌的可能要降低一些，减少一些，你的预期也要变少一点。特别目前是变成黄飘带了，是吧？所以压力在这里啊，买点是有，买入之后呢，把母线低点设止损，所以这里是一个买点。买入之后最好能够快速过飘带，不要跌破母线低点，破母线低点就要止损，就要走。然后仓位呢现在是不能放多因为蓝 K 太多，等到它站上飘带之后再考虑加仓。当前的飘带上沿是 125.419。下一只个股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整体是震荡，而后也在红柱之后，价格呢目前是没有突破，它呢也是运线。这个运线走势不是很好看但它确实止跌力度不算很强，它的止线高点没破更不要说母线高点，所以这种回调当中呢，就属于偏弱的并没有启动的，至少没有给到特别好的一个买点这种地方买呢就有点相对偏早止跌的力度不强劲不明确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什么时候突破。下一个呢是 PLTR，PLTR 它也是龙门线一路向下，它的一个下跌呢跟微软一样，连续下跌，连续的蓝色 K 线所以最多做超跌反弹，但是做趋势的话呢是不太建议的。价格走势它的形态甚至可以说还不如 Meta 是吧？它这一波跌得太狠了如果不破飘带，形态是比 Meta 好，但它破太多了直接破了2根这个运线下破，目前运线没突破所以飘带呢作为压力 138.311，哪怕有上涨止跌蓝 K 消失，也先只能看个反弹而已。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美光。美光其实也是止跌回调而后启动的这种动作而后这个启动呢，它目前是它止线是突破了止线突破之后，这个地方就构成看涨的一个再次买点。像有时候不是止线，它就是一个分形结构突破这种就是回调到飘带再往上，股价下跌，目前呢也是一个运线是吧？价格走势也突破了母线高点，虽然没有很有效过但是止线是破了。所以依旧可以构成止线突破的买入，而后母线低点的止损，毕竟它就在这个飘带附近所以只是构成一个止跌看涨的一个信号而已。好，所以目前往上看前高因为趋势价格短波段的话，一般就是回调，然后继续看新高，然后再去看市场何时转弱，再去找这个止盈点。那么止损呢，就是母线下沿这个 854.35。下只个股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是回调到飘带，但是蓝 K 没有出现消失和反包，所以空间位置不错。周线上呢也是一个止飘带，但是日线的买点其实不明确没有反包，没有这个完全的突破。蓝 K 最好是要被突破。蓝 K 最好是能够被突破目前没突破，还在走震荡，那么止跌的意义它的力度就还不够最好等待一下它的蓝 K 突破。下一个是 AOI，AOI 目前转为了黄色飘带不太好了，这个地方有点要下行往上反抽，这个力度有点弱所以走到这一步最好是要减一点仓位，避免干嘛？它反抽之后往下落避免走这种格局所以哪怕目前没有打止损，也要开始去减仓，因为它这个空间太大了。因为这个股票它的振幅太大除非你的仓位不多你可以看得住它往下跌破之后再去止损，否则的话呢，如果仓位比较重的，一定是要在这里预防一下它的飘带走压力之后的反向这根阴线是要小心的所以要么就守止损，要么这里开始减仓，等待往上突破之后再去找加仓机会当下的飘带压力还不是很重刚刚出现而已所以相对如果拿得住的，你也可以不动等待的更明确的确认这里不是说没机会的。
价格走势，它的龙门线的压力是 179.499 和 180.375 啊。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LITE， 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LITE 啊，这个标的它就是比 AOI 走得更长一点的黄色飘带。它是不是也是开始走突破飘带2根就往下创个新低啊？所以要小心它维持这种动作，就是要么不破飘带，要么破2根就走压力往下再寻找新低，这种格局就是一个震荡下行。当下它是有一个直线的上破，但因为它的飘带是黄飘带，所以不作为主要的看多标的啊。我们最好还是找紫飘带的标的去找这种回调的趋势波段的买点。它这种已经转为黄飘带，说明整体调整的力度比指数大部分个股是要强的啊。它呢从柱子来看也是走震荡的可能性更大啊，所以整体要注意这种相对周线高位，而后在日线上呢又存在于震荡走横盘的这种格局啊，最好有更加明确的信号出现会更好。当然在周线上其实它是一个周线的上行波段，回调到关键位附近，但是因为它在周线上还不是很明确的有止跌的这种动作，只是一个长下影线，说明飘带是有支撑啊，但这个日线的止跌力度是还不够的。我们可以下周继续看一下，有可能周线这里的支撑能够让日线启动但是目前是相对一般。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BIS， 价格虽然有买点，但是它买点是阴线因为它突破了止线但是是一根阴线，最好再确认一根阳线，收盘涨到飘带之上止线之上是一根阳线，再做买点可能会好一点当然如果你对于这个 K 线要求不高，只看收盘价，其实是突破了止线高点和震荡飘带，所以这一根也行。而想要更加确定保守以防这里是一个诱多的我们最好就看一下母线的高点，因为它离得比较近目前它离这个母线太近了如果可以的话，母线上破再作为买点会更好。正常趋势交易来讲，我们就依旧是这么去看回调的买点。那么以上就是6月13号美股本周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